歡迎大家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我們繼續來看的是2026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那在這個禮拜呢，正式登場啊，美軍派出了羅斯福號航母領銜，在珍珠港的西卡姆聯合基地這邊停滿了各國的軍艦。6月24號開始呢，展開1個多月的聯合演習，今年總共有31國參加，水面艦大約有40艘，那潛艇是5艘，140架軍機啊，還有超過25000名的官兵。環太平洋軍演是從1971年開始，每2年舉行一次，今年是第30屆，那也是美軍跟盟友在海上聯合訓練的平台，當然也是印太區域防範侵略、維持自由開放秩序的重要一環。而環太軍演聯合部隊的指揮官就表示呢，美軍奉行以實力求和平，也強調嚇阻就是透過實力維持和平的方式。好，現在這個環太軍演登場哈，美軍這邊特別強調說用實力來求和平。不過外界常常也形容啊，環太軍演呢常常就是一個像大拜拜式的哈，就是跟印太的盟友舉行一場聯合軍演。每2年一次的環太軍演，究竟要怎麼去在其中找到看點？聂老師 ，OK， 我剛講到一只老鷹，它的翅膀很怕這個毛慢慢掉落了，而且翅膀玉振無力。第二個呢，它這個爪也開始弱了，你知道嗎？它可能手也伸不直了，也怕有問題了。它需要人家來協助它一起呢伸到海裡呢做一些它想要的動作。不過我先講一下剛剛講的時間點，大家算一下，1971年到2026，今年55年哦，不是短日子，一個人能活多久？30次。那這裡面在之前其實是有中國的嘛，大家知道，不管早期有中華民国或者退出聯合或者中美建交。重點就是這中國在裡面應該扮演重要角色，但是2018年之後，卡掉了中國5次沒有受邀，這個問題我講給大家聽。我的認為是，大家聽得出來，55年30次，這不就是明顯的例行的環太軍演嗎？需要太緊張，需要想太多，不用談。但是時間點不太一樣 ，timing 有變啊。從2018到現在，一個國家從2001加入 WTO， 極低的匯率賺進世界貿易財，從1兆、2兆、3兆、4兆，2014年突破4兆外匯存底 ，GDP 也急速增高，軍事航太全部都提升，科技 AI 現在都到一定到位，甚至遍地開花之下的中國崛起。這條龍 muscle 已經練到不一樣，而對岸的我剛講那個爪已經落之下，他要不要秀他的 muscle？ 我若不秀我的 muscle， 我跟你講，對岸已經看不起我了。他要做的所有動作，我都可能要以後都要求他。你看，川普現在他到那個 G7 去開會可以遲到，說 I'm boss， 到中國去不敢遲到，而且都講好話，都用偉大來形容，偉大國家、偉大的領袖。這是有變的，因此他必須秀我是有實力的，他還是有在環太有很大的影響力，但他們的目的非常清楚啊。這個是，你要知道，這環太是全球是最大型的這個，而且最大型的這個軍演哦。是。而這一次算是史上最大規模，是創紀錄的。各位想，你剛講到人數25000人，這一仗海上艦艇40艘，海下的潛艇5艘，45艘，這是大規模，由福特號領軍。我還是要說明一下。說不好聽，美國還是 leader， 可是這些40幾艘都是各國的30個國家，31個國家，這表示他要號召大家說，我霸權還在，你們要聽我的，跟我一起秀muscle，我們一起去抓魚吃，這樣子的話不會被人家拿掉，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目的。當然，這個 timing 已經顯現出美國有在畏懼崛起的那條龍。OK， 那當然，他目的講得非常清楚。我們剛剛講的，他現在有個韓國這個作為這個所謂的海上這個指揮官，對不對？他講到用實力來維持和平，這是事實啦。但實力到底有沒有實力？為什麼特別去強調實力？要31個國家來結合實力。他強調是怎麼樣？要對區域潛在的威脅做聯合嚇阻效果。請問威脅在哪裡？講白，他們認為就是那個更有實力的出現了，就是劍指中國大陸。對呀，劍指嘛，不點名也知道了。第二，當然維護印太的自由、安全、開放，這樣子就維護了嗎？其實我還是懷疑，講不好聽，例行的軍演，但是美國必須帶領他的效力，秀muscle。重點是這些國家是不是將來都一定聽美國？這還是一個大問題。您剛剛提到一個重點哈，3個字：秀肌肉啊，這規模越來越大。不過呢，我們在外行，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晉哥，你看出什麼門道？是這個，就是王定宇啊，這個在這個就是立法院這個就是說質詢，然後呢，這個國防部部長顧立雄，對，就
這個基本上都是同一個黨，都已經套好招了。然後呢，這個相關的國防部幕僚單位，他前面有個電視熒幕，打出來什麼他就照念而已。你問問看顧立雄知不知道這個？譬如說，這個叫做勇敢之盾是2006開始的，而且是美軍內部整合3軍戰力了，他不懂。你問問他啊，這個堅毅之龍啊，也不過是2021年開始了，是美國這個海軍陸戰隊的第3遠征軍跟這個叫做日本的陸上自衛隊的聯合演習，他也不懂，他只是照着那個熒幕來練，然後自由時報然後就跟着這樣去了，這個就是報道。我們要知道這種的演習啊。環太平洋演習是個大拜拜，最主要是軍事交易，然後建立這個大家見面3分情，建立很多後續交往的關係。那有很多研討會，也不光是只有操演的科目，這個真正的哥們操重要科目，一般人操一般的這個就是說簡單的科目。但這2個演習呢，這個他操演呢，基本上不是按照一個既有的作戰計劃去驗證。他每年都要想一個故事，然後照這邊來演習。那美軍跟韓國的操演呢，那可就是嚴肅了。為什麼？因為整個印太地區太平洋總部裡頭只有2個現在已經寫好的作戰計劃，一個作戰計劃就是韓國有事變編號是5027，另外一個呢是北韓政權突然垮台，這個美韓這個聯軍怎麼應付？編號是5029，那個就是真正的作戰計劃，然後照着來練兵。我們要知道，今天這些都是行的，寫一個想定，寫個故事，然後每年操，經驗沒辦法累積。但是美國跟韓國的操演，那是一點一點要經驗，要驗證，運多少彈藥，打多少彈藥，要多少的部隊調動，那個都是原先寫好的。我們今天軍事的計劃，從指揮官的判斷，然後作戰的構想，然後再到基本的計劃，到完整的作戰計劃，那個是要投入資源的，這些是作秀。不過你講到一個重點哈，就是說，因為我看到這2天其實北韓也有一些新聞，就是北韓的這個武力威脅確實讓南韓很憂心啊。那當然，這個剛才也提到說，國防部長顧立雄呢，他是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質詢的時候呢，他提到了說，與其關注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不如先把重點放在堅毅之龍跟勇敢之盾。畫面當中，我們來看一下哈，這2項軍演就是堅毅之龍跟勇敢之盾啊。那麼堅毅之龍呢，其實是這個大規模的實戰訓練啊，是日本陸上自衛隊跟美國海軍陸戰隊哈，他們在20號呢就在熊本的陸上自衛隊的駐地，這個軍隊的駐地呢舉行這個堅毅之龍這樣的演訓，訓練目的當然是提升島嶼防衛的熟練度哈。那麼演習呢將會在九州跟沖繩各地演練到30號。勇敢之盾呢，則是由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所主導，在日本關島、還有北馬里亞納群島、夏威夷跟澳洲等地同步展開。它要集結的是美國、澳洲、日本、加拿大跟紐西蘭等國的兵力，演練海陸空、網絡還有太空等多項領域的聯合作戰能力。所以剛剛特別提到了，其實同個檔次。那些都是作秀的啊，不像美國跟韓國，美國、韓國那個是硬碰硬的，把那個所有作戰計劃每一條要驗證的。所以重點就是在你講的，其實我們要看的演習，其實應該是看美韓之間的這個作戰演練。打假球跟打真球的差別就在這裡。那個呢是有2個，我剛講5027跟5029，那個是實打實的作戰計劃。那個每一個都要驗證，這些每年要想個故事出來驗證。那您剛剛提到說環太它有所謂的核心跟這個周邊的，對，核心的是指美日菲嗎？不止。這個澳洲、紐西蘭都算，這個非還是在稍微外圍，讓它沾點邊而已。所以我就知道，你要了解這個所有的五眼聯盟，還有很多的核心的那個是操比較難的科目，而且他們有共同的軍事準則。那至於外圍的呢，那就是作秀式的，大家非常歡樂了，然後呢，這個 party 要辦得很好，接待要弄好，這個就是各種的參訪要弄好。對，那個真正操的那個是等人家走了之後，這些人真正的哥們再起來操。其他周邊的就是把這個 party 做大，就是規模做大啊，秀肌肉。那在環太軍演開始的前一天呢，我們看到6月23號這一天，也看到中方有一些動作。
大陸第一艘電磁彈射航母，也就是福建艦呢，由北向南航行經過台灣海峽，在6月22號這一天啊，這個遼寧艦的編隊也才剛完成了40多天的遠海訓練，回到了母港。山東艦則是保持在這個南海的戰備狀態。那3艘航母呢，在時間跟空間上都傳遞出強烈的戰略訊號。可以看見的一件事情是，美國在驗證，就透過這些軍演，我們剛剛提到的，在驗證的是什麼呢？是聯合作戰能力。而日本呢，在驗證的是第一島鏈防衛戰略。中國大陸呢，則是持續的推進航母遠海的部署啊。好，所以美軍的戰略想定呢，是把解放軍鎖在第一島鏈內，就是不讓他們突穿第一島鏈，甚至威脅到第2跟第3島鏈啊。但是，即便說把日本、菲律賓，甚至是台灣推到了第一線，然後讓美國呢在第2線，在後面，現實上也很難夠達成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大使你怎麼看？就是東風導彈系統，就是說你從海上攔，你從陸上攔，它是從天上過去，所以事實上的話，這次是6月24號嘛，這個所謂的這個美國的這個年度大演習開始啊，大軍演開始。環太軍演開始要演38天嘛，其實我覺得對中國大陸的反應啊，先發制人反應是在6月20號，6月20號，他這個所有的媒體都播放這個大陸試射東風17，所以飛彈是關鍵，飛彈是關鍵啊，東風他沒有打再遠，東風17呢，它是就是說多地發射，聯合多地發射，聯合作戰。然後呢，這個多地發射還強調這個機動性，發射的機動性，它很多是就是說，這個有那個飛彈的拖車拖到那邊，一放下來以後這個很快就發射。它可以換不同的點，它不是所謂警發式，警發式不是，所以它都是機動式的，然後從不同的點，那可能這邊這個是這個，甚至可能是北方。這個中部、南部各個不同點打出去，然後形成這個火網。那這個東風17呢，其實它的射程是1800到2400，然後呢，它的末端的速度是10馬赫，然後有變軌，變軌能力就是說你無法攔截，所以這個一算正好打到關島。那不是第2島鏈，所以第一島鏈形同虛設了。對，那就是說你要講突破這個第一島鏈的話，另外就是這個航母啦。航母本身就是一個浮動的飛機場，它的這個打擊力量是非常強。那還有第3個就是水下的作戰力量啦，就中國大陸的這個094啊、095啊。這種前艦，對，所以事實上的話，現在美國擔心的就是說，美國已經在實際做了，就是把這個第2島鏈加強，可是看起來第2島鏈也不是什麼對大陸目前的戰力來講，也不是什麼難事啊，所以就是說，打仗不是拼怎麼樣，拼那個人數啊，拼這種你這種人海戰術啊，現在打仗都是點穴，噼里啪啦就把你的重點都給你消滅了，你就沒有戰力了。那還有就變成就是說，我們導彈怎麼講來？最重要的導彈要具備威懾力，就是說一定要無法攔截。你如果可以攔截的話，你這導彈，比如說那個就是亞音速。然後呢，你又不能在那種大量的高爆彈頭的，你說在戰爭的時候，那個大家要決勝的時候沒什麼管用的，那你就要這種無法攔截，然後呢又可以帶各種不同彈頭，看它的爆炸威力啊，那這個才有威懾力啊。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其實要向，特別是西方，尤其是以美國為主的，說你用你的軍演，那我也演練我的飛彈，然後呢告訴你的是說，你敢進到這個海域呢，你就準備要接受挨打的份啊，所以這也就是剛剛提到說，既然如果未來這個突穿第一島鏈成為常態的話，那美國的防禦在戰略上會做什麼樣的調整？金哥，你覺得？我覺得基本上來講，就是說大家用演習互別苗頭啊，也是在傳遞政治信號。但是就整個而言的話，就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啊，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實制海權的維護是一個經濟的問題。那
真正來講的話，對於這個美軍現在所有軍事的部署，跟它直接經濟的航路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所以這個進出島鏈的演習是針對的假想，就是拒止萬一台灣衝突，拒止美國，這個是擺明的非常的清楚。對。但是呢，它經由最近的這個遼寧艦的這個是跨越島鏈的演習啊，它在最主要是測試出來這個日本跟駐日美軍它的這個情報偵收跟監偵的能力。那我們都發現日本的這個統合幕僚監部有很多的資料，它一下就是開天窗了，沒有辦法出來。所以事實上這也是一個警訊，也就是它的反情報以及它保守行動隱秘能力越來越高。這個會產生戰略嚇阻的效果。OK， 您提到日本，等一下回來我們再來聊。日本最近真的很傷腦筋，因為稀土還有關鍵的礦產啊，這個部分呢被中國大陸卡得死死的，一直在苦思突圍之道。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